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看了标题先不要紧张，那个只是标题而已 ，OK？ 所以各位也知道今天的主题就是讲960还有2377了。先说一下事情的起因，那之前2377跟960其实是有合作过的，那时候打1034。老实说，在那一场 KVK， 其实2377不算是最强的王国，不过表现的还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指挥方面可能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在那一场 KVK 结束之后，差不多隔了1年半左右吧，可以明显看得出2377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那老实说，其实我之前是比较看好2429的，觉得2429的能力是比起2377还要更好。没有想到2377连续打败2429 2次，接着2377还打败了1365。如果我没有记错时间线的话，我记得在打败了2429第2次之后 Mr. Hope 就有写了这个东西。前半段大多数的是讲他们在这一场 KVK 的表现啊，又或者是一些激励人的话，最重要的重点是最后一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想要挑战960了。那么说实话，那个时期是960最弱的时期这个时期刚好是1093对上960加2489。而且在前面我就已经有说了嘛，这个时期呢刚好也是2377在跟2429战斗，也就等于说2429的玩家其实当时候还没有过来960了。不过由于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名人榜那边，所以有一些玩家根本都没有去注意到，又或者是根本没有玩家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不是王国邮件嘛。所以在那个时候2377想要挑战960的事情好像就没有下文了。然后那个时候2377就去跟1365对战，他们是比起960还要提早报名了。然后960就匹配到有史以来最无聊的 KVK 黄庭只有2个小时的 KVK， 也就是说他们又再次错开时间了。之后的事情你们应该知道了，就是2489跟960对战，但他们之间有没有跟2377沟通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在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就是1093跟960约战，2605也是报名了那一场 KVK， 就变成那一场 KVK 十分混乱。所以我觉得960、2377还有2489之间可能是有讨论过说不要混在一起打，可能我们要单挑这样子。也有可能1846还有1188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现在的问题就是2377的 KVK 结束的时间比较早，然后960的 KVK 结束还要等一段时间，所以有很大可能这2个王国报名的时间会错开，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图里面。但是在前阵子官方就有改了新的规则，在 KVK 结束之后就可以马上报名 KVK， 所以只要2377愿意等960的话，那其实这2个王国还可以匹配在一起，否则2377他们真的就需要去找1093对战了。说到2377和1093，其实2377已经正式的发出邀请说要跟1093对战，但是1093似乎是没有回应了。因为据我了解，1093目前还在修复期啊，他们的王国从原本的4个联盟变成2个联盟，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1093并没有和2377应战，但是变成960这边发出了通知，在和2489的 KVK 结束之后就会挑战2377。但是你们看这封邮件写的内容是说他们会联络2377的领导，就是说是还没有确定说一定会打2377的，只是960想要挑战2377而已。在昨天的讨论区中，我看到有玩家分享了这个截图，这封邮件写到960邀请2377一起去报名2月3日跳出来的 KVK 报名，2377其实也是同意了。那原本2377的国王也是准备了好几封关于下一场 KVK 要开始的一些准备邮件，然而突然之间他们的计划有所改变了，因为报名的时间跟移民的时间太短了。这里说到960只有2天的时间可以完成移民，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在2月3日报名的话，有很多来自960的阿拉伯玩家就没有办法去度过他们的斋戒月，所以960那边给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在2月17日，就是说他们报名的时间要延迟2个星期。但是这个2377的国王他有去问一些阿拉伯的玩家，其实他们在4月的时候也是很忙的。那刚好这个问题我可以帮大家解答，因为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穆斯林了。确实斋戒月是在3月开始，然后开斋节呢是在3月的最后一天，还有4月的第一天，所以可以说在3月的时候是穆斯林比较忙的日子。但我坦白说，不管是2月3日还是2月17日都好，其实时间都会穿插到斋戒月或者是开斋节，只是必须要计算关卡开放的时候是撞到哪一个日子。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还是在第一点吧，就是移民的时间不够。那确实如果是站在960的角度会觉得说这个时间真的不充足，然后又会撞上其他的时间，甚至如果960真的在2天时间内招募到新的玩家进来，那有可能资源加速也是不充足的。
当这一封王国邮件发出来之后，有不少的玩家都嘲笑说啊，960是不是怕了啊？是不是担心打不过2377，所以才选择错开那个时间，让2377没有办法再跳过报名，让他们去跟1093战斗？但其实这封邮件都已经说明了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跳过那个时间报名。960的想法其实还是想要跟2377战斗的，只是那个准备的时间真的太短了。但是这个也只是960的说法，然而2377的看法呢？坦白说，上一场 KVK 虽然是2377跟1365战斗，但是你们也知道他们在皇庭战斗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2个小时，所以对于2377来说，其实上一场 KVK 真的没有消耗多少。那你们也知道，如果先锋王国没有挑战一些比较高难度的 KVK 的话，有很大可能王国会瓦解。再加上如果2377要等960的话，就变成说他们跳过报名的次数太多，或许有一些玩家会等得不耐烦，选择移民离开。所以再次延长报名时间对于2377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而且在延迟报名时间有很大可能其他的先锋王国也会跟他们在同一个 KVK 里面，就会变成像之前我所说的1093、2605跟960在同一场 KVK 的问题。所以这里就要看1960还有2377这两个王国是如何交谈的，因为对于双方来说，早报名跟迟报名都有好处和坏处。那接下来说我个人的观点，其实我们应该要先看一下下一次 KVK 有什么地图。下一次的 KVK 报名地图呢，就只有尼罗河之王和奥尔良之围，就是说他们必须要选择其中一个地图来报名，那肯定不会是尼罗河之王吧，就变成说一定要报名奥尔良之围。那假设报名奥尔良之围的话，成功的概率有多大？会不会有其他的王国一起报名？因为奥尔良之围是有6个阵营的，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先锋王国要在6个阵营的地图里面报名成功的几率其实有一点低。而且如果是一般的王国知道哦，你们这2个先锋王国要对战，那我为什么要报名这个 KVK？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地图里面，不是变成先锋王国的炮灰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报名下一次的 KVK， 至少他们要邀请其他的王国跟他们一起加入在这一场 KVK 里面，否则匹配失败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就会变成他们需要在2月17日的时候才可以报名了。那我觉得960和2377的情况呢，其实比较适合选择4个阵营的地图。这里我所说的是如果双方都想要单挑的情况下，但假设说他们是有考虑把其他的先锋王国一起邀请过来，像是1093、2489、1365、1846、1606都有兴趣想要参加这一次的战斗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最终还是要看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如何，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刚好2377和960报名成功，然后剩下的其他阵营全部都有可能是 A 加 B 王国组成的阵营吧这样子其他的王国玩家就会很可怜。现在2377还有960都还没有开始战斗，已经有不少他们的粉丝在讨论区那边吵起来了。至于我对2377的看法，除了在之前960有跟2377合作之外，2429的时候我也是有帮忙战斗。说实话，2377的号召能力有点恐怖而且他们的玩家几乎是24小时都有在线了，所以我觉得2377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打败960了。当然重点就是大家都想要看这2个王国打起来。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